缅甸今天可以说已经被各方势力打造成了华人的人间炼狱。咱们中国人从汉朝开始相信人死了以后得到泰山去打卡，因为下面有阴曹地府。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面，山东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死亡。哪怕今天中国人死后，还会有很大的概率要穿上曹县的寿衣，躺进曹县的棺材。但从2017年开始，中国人死后才能去地府的传统被一个叫佘志江的湖南人给打破了。他在缅甸建了一座人间地狱亚太新城，而他有个更响亮的名字 KK 园区，里头盛产性感荷官和电信诈骗犯。最近大家都在关心缅北，但 KK 园区并不在缅北，而是在缅甸东部克伦邦的妙瓦底市。它的诞生离不开缅甸针对森林资源打的经济内战。缅甸今天可以说从南到北，从军政府到地方军阀，都有意向去搞毒品贸易、电信诈骗、非法赌场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里面的原因呢？而且缅甸华人的经济发展已经被军方折腾的都要变形了，而要追溯这场噩梦的源头，就离不开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。我们今天就从昂山开始，把缅甸军方、地方军阀、黑帮毒枭、电信诈骗犯做一个小串联，看一看缅甸这个全员恶人的经济环境和背后的成因，以及缅甸华人的经济状况。二战时期，德国舍得一身剐，终把英法拉下了马。战后，东南亚殖民地就奏响了民族独立的主旋律。1947年1月，昂山将军和英国达成了协议，1年内实现独立。但对昂山来说，这个任务艰巨无比，因为缅甸太乱了。当时英国人统计，缅甸国内有8大族群，可以再细分成135个民族，而以昂山为首的缅族人口还不到全国的70%，并且主要还都分布在缅甸本部，也就是图中灰色的这片区域。换言之，既然都是要独立，为什么大家要和你缅族的昂山一起搭伙呢？所以为了完成和英国人的对赌，昂山就在同年2月约上了各路诸侯，在宾龙开了个会，其中就有果敢土司杨文炳。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各民族之间平等自治，先一起独立建国了再说，能不能处这个问题留给10年后再解决。实际上就是大家定了个婚前冷静期，把核心矛盾给后置了。但是大缅族主义者觉得宾龙协议过于软弱，前总理吴素痛斥昂山不坚持民族利益，只看眼前利益往上爬，索性就在7月份把昂山等人刺杀了事儿。所以缅甸总理的位子就落到了昂山盟友吴努的头上。但吴努底子里还是个大缅族主义者。1948年1月，缅甸刚独立，他就撕毁了宾龙协议，对各个自治邦重拳出击，缅甸内战随即打响。当时广义上在缅甸的华人可以分成2类，一类是英国殖民前的华人，比方说世居果敢地区的原住民，他们有自己的武装；另一类呢是英国殖民后到中国解放前从福建、广东跑过去做生意的老华侨，这批华人没有武装，多是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小市民。由于缅甸建国后实在是太混乱了，因此这2批华人就衍生出了2种经济生活模式。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来总结。说回吴努，他在对果敢人重拳出击的同时，又开始对老华侨进行缅人化改造。结果没2年，尴尬的一幕就出现了，大批国民党部队在50年初败退缅甸。国军在缅甸又打了一次3大战役，结果这次却变成了不怪缅军不努力，奈何国军有高达。国军在大陆打不明白，但在缅甸却是越打越强。1951年，缅甸管理层还可以在国军占领区收到40%的税，但到1952年只能收到2%-5%了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国军甚至在1952年下半年做出了如下战略部署：1. 攻占善邦和克钦邦； 2. 在附近寻找出海口； 3. 与缅甸反抗军联合推翻吴努。虽说在多方的势力运作之下，这批国军最终离开了缅甸，但吴努的左支右绌恰恰被另一个大缅族主义者给盯上了，他就是吴乃温，人称缅军之父。吴乃温身体力行了一条铁律，左派只敢互相开除左籍，右派却会用坦克告诉你，你还不够极端。于是他就在1958年让吴努自愿把总理的位子禅让给了自己，并在1962年发动了军事政变，自己当上了元首。华人新一轮的噩梦就此展开。不过咱们这里先澄清一点，你看暗杀昂山的是吴素，继承昂山的是吴努，赶走吴努的是吴乃温，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家族大乱斗，但其实这个吴在缅语里面只是个尊称，相当于汉语里面的阁下和先生，所以这里我们不要误解。不过从吴乃温一系列操作来看，他是真配不上吴这个尊号啊。国内现在称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是黄汉，换到乃温身上，他就是黄缅，主张缅甸是缅甸人的缅甸。于是内战进一步扩大，搞军费就成了军政府的头号经济指标。
奈温一看北边的国军走了，华人一下子就成了软柿子，于是立马开始没收华人的土地、店铺、工厂、银行。不少华人为了糊口，只能搞起了黑市贸易，这一度占到了缅甸经济的80%。不少反对派也得从黑市采购物资。军国主义总是高度相似，更何况缅军还是2战的时候日本在中国海南给调教出来的，所以日军在中国搞三光，缅军就学着在缅甸搞四砍，就是要砍断反抗军的粮食、资金、智囊和新兵渠道。所以1964年5月17日，奈温就以打击黑市贸易为名，宣布废除面额为50元和100元的大额钞票，并且规定每个人只能兑换500块钱，超过一定额度的就得收重税。不少华人被奈温打成了邪恶资本家、越轨分子，没收他们的资产也就心安理得了起来。据统计，奈温最终只给22%的纸币做了兑换，换言之，占流通货币78%的财富都被军政府给没收了。当时有对上了年纪的华人夫妻为了换钞票，愣是排了3天长队，结果最后饿死在了5月20号情人节的当天。废钞前，他们其实是有钱办后事的，但废钞后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小额钞票，结果根本就买不到棺材下葬。但人间炼狱并不影响缅甸军方的皇缅治国，他们在经济上推行四砍的同时，还把境内少数民族的领导人给抓了起来。其中就有果敢的继任土司杨振才，他的妹妹杨金秀，以及杨金秀的武装队队长罗兴汉。唯独杨振才的弟弟杨振声跑回了果敢，并在1963年联合土司自卫队分队长彭家声起兵反抗。但谁也没想到啊，身在狱中的罗兴汉姿态柔软异常，和缅甸军方达成了合作协议，成了缅军的傀儡。然而缅甸军方深知啊，非缅族类其心必异，虽然要靠罗兴汉来牵制彭家声，但对罗兴汉依然要实行四砍政策。就在罗兴汉一筹莫展之际，美国垮掉的一代给他送去了枕头。60年代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，国内年轻人人均反四怪。但是和缅甸丛林里那些正儿八经的反叛军比起来啊，美国嬉皮士们的反叛就是在搞笑。他们不是想着怎样让权力怪兽吃枪子儿，而是用迷幻的音乐、成瘾的药物去探寻意志的真谛，顺带气死自己的爸妈。恰好果敢所在的金三角地区正好是传统的鸦片产区，罗兴汉一拍大腿，还是得赚嬉皮士的钱呢。于是他就在1968年前后以评判之名大搞毒品贸易，军方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彭家声一看罗兴汉贩毒后实力暴增，就在70年代也建起了海洛因工厂，还号称是果敢第一家。从此，金三角毒品制造业进入了以军护毒、以毒养军的全新时代。嬉皮士称罗兴汉为鸦片将军，国际禁毒署也把彭家声列入10大毒枭。不过双方实力差不多，也就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代。然而果敢人这边是稳定了，缅甸本部的华人却又要遭殃了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脑子越幼，病情越重。奈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他非常迷信，对缅甸传统占星术雅达雅深信不疑。曾有占星师警告他近期会有血光之灾，奈温听完就在镜子前面摆好狗的内脏、猪的鲜血，祈祷逆天改命。占星师跟他说马上发生大屠杀了，他立马就会踩在碎肉上模拟鲜血遍地，然后反复在镜子前面枪毙镜中的自己。本来缅甸开车是靠左边行驶的，但占星师说这样不吉利，奈温一夜之下又下令全部改成向右行驶。还有像什么全程搜捕弯尾巴的狗啦，用海豚之血洗澡，祈祷青春永驻啦，等等，都还不是最奇葩的了。最奇葩的是，他对钞票面额有别样的见解。